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人拿我当刀子使，说我这把刀递出去，利国利民。可我却反过来想，我这把刀捅出去了，害的是谁？害了金风细雨楼。也许这世间谁忠谁奸，一时之间很难分辨，但在我心中，金风细雨楼就是忠。拿我当刀使的人，就是奸。王药师，我要提醒你，想对付有桥集团，是要付出身家性命的，不光是你一个人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家性命，你都要赌上。他们的探子无处不在，杀手也无处不在，你甚至不会知道，你说的哪一句话会传到他们的耳朵里，你更不会知道，你身边的哪一个人会是他们的人。军师，嘘，来，大哥情况如何？不是很好，时好时坏，刚吃完药睡下了。你找大哥有事儿啊？确实有事儿啊，不过找你也行。哎，咱们换个地儿说吧。军师掌握情报，了解江湖之事。我想问，诸葛神侯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诸葛神侯名声显赫，他的事迹，你就算不问我，去街边随便打听打听，都能说出个一二。哎，他是你师叔啊，你会不了解？我既然能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。不知道的事儿？怎么了？不瞒您说，我最近发现一些事，让我怀疑诸葛神侯就是有桥集团背后的主使人。你疯了吧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一开始也没有办法相信，但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他的手下无情欺压百姓，要不是我们毁了6番半堂的军火，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火器房了。我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，但我知道，诸葛神侯绝不会是卖国之人。来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些东西。诸葛神侯23岁出仕皇室，直到45岁被封侯后，才逐渐被世人所知。如今他55岁，你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。要了解一个人，就要了解他的全部。这里面记录了他这些年升迁过程和所办之事，恰好可以弥补这20年间不为人知的空白。你可以仔细看一看。军师，这金风细雨楼成立歌族，为的是什么？自然是为了刺探和收集情报啊。那刺探和收集情报，为的又是什么？小知道，这人世间很多事情，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所以需要我们歌组的人深入生活，耐心等待，仔细观察，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相。军师说的没有错，很多事情不如我们表面所见，所以才需要我们耐心等待，仔细观察，才能看到真相。这份卷宗只是记录，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个表面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人去怀疑过它，所以也没有人去求证。
狗头军师。哎，啊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最近你也怪怪的？我也。还有谁怪怪的？小石头啊，跟他说话也不理，感觉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。连你都这么觉得呀？那他真是有问题。他不是心里有事儿，他脑子有事儿。小石头，你快来！我看你这几天没什么精神，特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。我没胃口。你快尝尝，有你最爱吃的湿馒重阳糕。这里有人打扫，灰尘太大了，我真的不吃。我这都盖得好好的，没落一点灰。你尝尝嘛，我今天早上特地为你做的。我说了我不吃了。我到底哪里惹你不满意了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，我做什么你也不应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有什么事都会跟我说，现在反倒躲着我。要不是你觉得我烦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最近确实遇到点事儿，我都告诉你吧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人，表面上看上去光明磊落，侠义正直，但暗地里却唯利是图，无恶不作？当然相信，江湖上什么人都有，这种道貌岸然之辈，并不稀奇。如果我说诸葛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信吗？谁？诸葛正我？怎么可能啊？你是说大名鼎鼎的诸葛神侯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有桥集团的首领，是操纵整个江湖的幕后黑手。你这说的，我越来越糊涂了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当年朝廷大兴土木，押运花石纲，闹得百姓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宣和2年时，神侯不顾自身前程，大胆在官家面前进言，才终结此事。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人，怎么可能是有桥集团的幕后首领啊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用眼睛看到了，我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且我也说过，我不会放过有桥集团的任何人。小石头，你到底见了什么人，看见什么了？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小石头，你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。算了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在等我？山间无光，夜路难行，我有些担心，就过来了。一起走。你婢女跟我说的那些话，
是你授意的吧？你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单刀直入了。以我现在的状况，我能求助的人并不多。就算你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我也只能赌一把。你应该知道，只要你开口，无论什么事儿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收服霹雳堂，你有什么打算？雷老太爷中风后，霹雳堂的事务由雷天代为打理。他是我父亲在世时一手扶持起来的，对我父亲还算忠心。我事先已经书信他，明天见面。但据我所知，霹雳堂内部局势现在极为紧张，副堂主雷毅不甘人下，想要当堂主，恐怕收服霹雳堂没那么简单。这件事我知道，但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我想等明天见了他之后再做决定。好，那我陪着你。夜深了，早点休息。嗯。谢谢你能来。还不睡吗？我不困，你安心睡吧。这盏灯会一直为你亮着。我买下了这气馆，这盏灯永远都在。独酌易醉，多留一份买酒钱，我陪你喝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过得还好吗？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离开京城吗？关七死了，对你而言，京城就是片伤心地，所以你要离开。关七作恶多端，人人都想杀他，可我却想救他，甚至不惜背叛楼主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救过你，你想报恩。没错，关七对我有恩，就算我知道明明不可能成功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很多人，
也无法面对这片伤心地，所以选择了离开。每天每时每刻，我都会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：旧官期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也许真的错了吧，但我也找到了另一个答案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去旧官期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，所以我坦然了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你比以前快乐了。是啊，我现在过得轻松快乐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件事情，所有人都觉得是错的，只要你觉得应该去做，那就去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。你这1年多一定去了很多地方吧？有没有有趣的事分享一下？有太多趣事了，你想听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温姑娘，小生来了。谢谢。小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温姑娘，好久不见。我和阿姐前几日刚回京，还没来得及探望，还望温姑娘见谅。刚才阿姐在三合楼看到王公子独自喝酒，有些担心，便差我过来知会一声。他在三合楼？你这么说起来，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阿姐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最近整个人都很奇怪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你担心我，你回去吧。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你宁愿一个人来喝酒，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和你说有什么用？我一个人喝酒，至少旁边不会有人烦。小石头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变？大哥病重，大白也走了，这江湖一直在变，为什么我不能变？好，你想喝就喝，想变就变，我绝对不会变。这是醒酒汤，记得喝。走。是霹雳堂的人。你是说吊着那个，还是下面这些？都是。被吊的是雷毅的人，下面守的是雷天的人。在楚河，霹雳堂的事没人敢管。都到了当街把人吊起来的地步，看来这霹雳堂内乱马上就要彻底爆发。
去。来者何人？现在人等不得入内。雷大小姐，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大小姐见谅。堂主已等候多时，请随我来。请。雷大小姐到。老太爷中风，他眨眼，便是向你们问候。雷纯见过雷老太爷。二位稍等片刻。老太爷高寿？90有6。你可是想说，能活到这个岁数，已是幸事？我想说的是，但凡大族者枝繁叶茂，但对族中长老却枝疏叶远。老太爷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有人在膝前尽孝，这才是幸事。哼。霹雳堂受总堂主诏福良多，总堂身故，我们本该亲自上京吊唁，但奈何老太爷身染重病，雷某难以脱身，实在是有愧啊。你这样说话倒是生分了。父亲在世时也是十分敬重雷老太爷的。大小姐不远千里来到楚河，雷某也大概猜出了所谓何事。如今6分半堂动荡，大小姐找我，应该是想获取霹雳堂的支持。不错，我希望你可以调动霹雳堂的人手入京，扩充6分半堂的势力，稳定局势。雷总堂主对我有恩，按理说我应该帮助大小姐。只不过眼下有一事，实在让我自顾不暇呀。你指的是雷毅吧？看来大小姐已经听说了。自从老太爷身染重病，霹雳堂的内乱便开始了。雷毅不顾大局，处处与我作对，如今更是带着他的部下公然与我对抗。霹雳堂内人心四散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实在难以分身了。若我说我能帮你解决此事呢？大小姐有何指教？此事简单，杀了雷毅，以儆效尤。他的人知道你的手段，自然会臣服于你。大小姐身边还果然是卧虎藏龙啊！连一个贴身护卫都有如此胆识。他不是护卫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哼，无妨。说正事吧。雷毅武功高强，为人也心狠手辣。若真能那么轻易杀了他，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你们做不到，我可以。
别担心了，在小小的楚河杀一个人，我有把握。更何况还有雷天的帮忙。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山崩地裂，你也会去做，对吗？对。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你也如此。如果代价是伤害到你，我会拒绝。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汉水江上，我们不是第一次相遇。我知道，当时在细柳镇里，我拦下了一辆6分半糖的马车。你就坐在里面。你果然猜到了，只是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涉足江湖事。行走在江湖上，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可我却觉得，幸好你踏入了江湖，否则我就不会遇到你了。打开。打开。你带我来这里，到底是见什么人？大小姐一见便知。雷毅？没错，我已经抓到了雷毅。大小姐，我真正的目的是要你身边的一个人，我知道他是白愁飞，就是他，在京城杀了我5个哥哥。若不是我的5个哥哥死了，雷毅也不会趁我失落造反。哼！这件事无需大小姐操心。我杀了白愁飞，报了仇，京城的事自然会支持你。哼！
你这重兵埋伏的，看来对雷毅恨之入骨啊。哼，是啊，我恨不得将他剁成肉泥。其实杀人的刀子只要够快，一把就够了。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就不怕把他吓得不敢来了？哼，人都有命数，该来的都会来，该死的也逃不掉。你这是何意？哼，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杀你。白朝飞，你在京城杀了我5个哥哥，今夜我要将你剁成肉泥。你这么做，你家大小姐知道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把你卖了的正是大小姐。你死了，我照样为她做事。这笔买卖对大小姐来说，也不算是什么损失。既然话都说这么明白了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！杀了他！干嘛？绝不能让他们离开楚河镇。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可惜不能帮你收复霹雳堂了。霹雳堂的事还有机会，我来之前把雷毅放了，看他能不能带人拦住雷天，只能赌这一把了。走。快！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看来是我赌输了，对不起，不该带你来楚河的。没死就不算数。带着我只会2个人都死在这里，你自己反而能杀出去。我不能落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是6分半堂的总堂主，我的死活我自己来定。哎，连顺！
你明明不会水，为何还往下跳？因为你跳了。你不怪我出卖你？你没出卖我。雷天愿意支持我，筹码是交出你。你在京城杀的5大高手，是他哥哥。我知道。但你不还是来救我了吗？那就不算出卖。倒是你，那么高的敢往下跳。人到绝地，无论何事都要试一下。那我得回去熟悉一下水性，等下次你再跳的时候，我好还你这个人情。雷天的人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死了，就算他们要搜尸体，我们也沿着河漂了一段时间了，他们没那么快追上来。那倒不如我们沿河找路，尽快离开楚河镇。不，我们得回霹雳堂去。你说我们这局是输是赢？我赌你赢。雷毅见过大小姐。看来你赌赢了。江南霹雳堂，6分服我，4分服他。你今天就算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的人也会赶来，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，你也休想得到霹雳堂。大小姐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看。他说你们只服他，是吗？是吗？是。你呢？是。要杀便杀。我愿跟随大小姐，大小姐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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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大小姐，发生失战！看来你的人比起怕你，更怕死。大小姐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为大小姐效命。你都低头了，你的人也归顺了，那留着你有什么用？霹雳堂愿为大小姐效忠。我等愿为大小姐效忠。
一刀一剑，一声苦苦追问，一枪一剑，已是茕茕的。